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翻开圣经。今天记载的经文有2处，我们先翻开马太福音第20章1到16节。马太福音20章1到16节，翻到之后由我来为大家读。20章第1节，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而工人讲定1天1钱银子，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约在4处出去，看见世上还有闲站的人，就对他们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对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他们也进去了。约在正午和申初又出去，也是这样子。约在酉初出去，看见还有人站在那，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到了晚上，园主对管事的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约在有出雇的人来了，个人得了1钱银子，及至那先雇的来了，他们以为必要多得，谁知也是各得1钱。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了1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1钱银子吗？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这样，那在后的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另一处经文记载在申命记的第15章7到11节。7到11节，申命记15章7到11节。第7节，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无论哪一座城里，你弟兄中若有一个穷人，你不可忍着心，攒着手不帮补你穷乏的弟兄，总要向他松开手，照他所缺乏的借给他，补他的不足。你要谨慎，不可心里起恶念，说第七年的豁免年快到了，你便恶眼看你穷乏的弟兄，什么都不给他，以致他因你求告耶和华，罪便归于你了。你总要给他，给他的时候心里不可愁烦，因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这一切所行的，并你手里所办的事上赐福于你。原来那地上的穷人永不断绝，所以我吩咐你说，总要向你地上困苦穷乏的弟兄松开手。愿神祝福听到话语的人。今天的主日讲题是天国排行榜，请刘牧师来翻译我们今天的讲题。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今天是我们正道神学院的主日。那每一次正道神学院的主日的时候，我们会特别邀请一位神学院的教授来跟我们分享，也代表神学院来跟我们问安。那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蔡玉玲老师。那蔡老师他早期是在林森南路礼拜堂牧会，之后他去受装备，现在是在正道神学院的旧约神学的教授，他非常的受欢迎啊。我们本来今年的灵修应该邀请他做我们的讲员，邀请不到啊，希望明年可以邀请到。那各处的教会也都邀请他担任讲员，所以我们今天非常的荣幸邀请到蔡牧师、蔡玉玲蔡老师在我们当中，好不好？我们用热烈掌声欢迎蔡老师。这种预告也未免压力太大。OK， 今天跟大家讲的信息，就像刚刚在上面打的天国排行榜。很高兴能够来爱琳跟大家分享主日的信息。我听说爱琳年轻人很多哈，都很活泼，也很爱主这样子哈。年轻人的定义不一定是生物年龄，对不对？我们的心态，对不对？乐意学习啊，乐意去长进的都算是。所以我今天来有2个最重要的使命。第一个是跟大家一起思考，我们身为天国的地球客旅哈，我们应该有的一种价值观。第二个，希望能够邀请更多的人来神学院接受装备，或是为神学院奉献、支持跟祷告啊。我知道大家都现在的人大概我听说除了我们刘院长之外，大部分的人都会网络去采购，有没有人没有做过网络消费、网络买东西都有，对不对？大部分人可能都有哈。
那网络的采购跟消费不仅有价格战，还有一种战争是什么？啊，就是你一定会看到的什么 rating， 对不对 ？Customer reviews， 对不对？还有 stars， 对不对？好，这样子。我每次去选东西都要先选4颗星以上开始，这样子比较嘛，对不对？又不敢选5颗星，5颗星怕买不起，4颗星价钱可以就好。那从20世纪开始呢，排行榜评比冲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以前在台湾或中国，对不对？背一个 Coach 包就觉得是名牌，对不对？等你来美国，你发现满街墨西哥太太都背 Coach 包。那我不是要讲说我没有 Coach 包哈，那我也没有要笑你拿 Coach 包，不用藏起来哈，这样子。我的意思是说哈，就是说 Coach 包就像是美国的那种，他们称为国民包，对不对？深受一般市民的喜爱。它对于本地人可能并不像对另外一群人一样代表身份跟地位啊，其实可能只是代表一种品味，对不对 ？OK。那我要说的是，很多的评比跟排行榜本身都有一些背景跟环境的因素啊，而且还有那种13比13高的现象，对不对？后来干脆大家就不要排第1名到第10，我们就排10大顶级名车、10大顶级名表这样子，对不对？大家都有钱赚，然后大家也爱虚荣的人也很开心这样子。排行榜跟评比本身，其实在人类社会学当中，它最基本的心理因素是竞争跟比较啊。我们可以从别人身上穿的衣服，对不对？拿的包包、手机，对不对？猜这个人的价值或者成就啊。人跟人之间的那种竞争跟比较是不是天性这样子？根据创世纪等一下，对，根据创世纪的3章到4章告诉我们人在违背神的命令之后离弃神以后，我们其实是失去一种东西叫做安全感。所以呢，容易交相指责，容易误推责任，还会猜忌怀疑，对不对？第3章呢是交相那个指责排行榜，对不对？男人说是女人错，女人就说是谁的错，蛇的错，谁错的比较多，谁先错 ？OK。创世纪第4章你也可以把它当成叫做交相争宠排行榜。亚伯或许无意跟该隐他的哥哥相争，但是一如在今天的社会。该隐害怕也不高兴自己没有被肯定跟认定，后来酿下杀机。圣经的真理一点都没有过时，它其实很实际的描写人类真正那些根源的问题跟解决的办法。下一章，福音呢，就是让人借由神的恩典认清自己是谁，并且跟神重新建立关系。一个真正认识神。重生，对不起，为什么他的那个贝斯很强？这样是不是？所以我要演。一个真正认识神、重生得救的，我以为天上在帮我打那个 drum 这样子。一个真正认识神、重生得救的人，才能真正的、正确的看待自己，正确的看待自己。我今天邀请大家读了2段经文，刚刚匡威帮我们读这2节经文这样子。这2节经文我知道你们以前读怎么看都不会觉得有相关性，对不对？马太这段经文呢是一个天国的比喻那个请跳到那个下面经文后面1章天国呢是一个由神跳过经文天国是由神掌权的它的制度观念跟价值观呢跟我们今天呢是不太一样的，我可能有那个 motion 这样子。它的制度观念跟价值跟我们今天的在世上是不一样，可能甚至于它是颠倒过来的。这段经文我不知道过去港牧牧师有没有讲过这段经文？他没讲是不是？这段多 popular， 怎么可以不讲？可是每次讲了，我们都觉得讲完了还是觉得不高兴，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完这段经文，你一定有一个感觉，就是好像很不公平，可是没有人被骗。对不起，这个贝斯好强，这样子。那是我讲话太激动了，这样子，然后是我的错。你会觉得很不公平，可是你会觉得没有一个人被骗。我们这就会在心里听完这段经，每次都觉得怪怪跟不舒服，因为你可能会觉得，如果天国真的有这种原主，你一定会决定一件事：我明天结束前1小时再来 ，right？ 这是你 learn from 这个经文。
照样可以领1天的工资，可是也有另外一个可能，你不敢这样子，因为如果明天那个原主临时决定，我只要前20个人或前1个小时来的人怎么办？所以这就是比喻性经文它的绝妙之处。你或许可以有很多的想象空间，但是它的主要的重点你不可能错失它的，因为它是在说原主有绝对的主权，愿意施恩给谁就可以施恩给谁。天国是神以全然的信实跟慈爱、公平公义在掌管。只有神真正知道每个人的需要跟想要、能力跟乏力、满足跟富足。另外的经文我知道大家比较不熟，在申命记15章。申命记的律法是最具有人道关怀的其中一个法条，它的法条都是那他要求，刚刚你已经读到，他叫你去怜悯那些穷乏的弟兄，他叫你一定要借钱给那些最需要的穷人。下面一章到后面一章，申命记其实就是旧约的天国福音书。申命记是旧约的天国福音书，它的所有的律法都充满人道关怀跟人权思想。下一章好吗？我最近我去年8月出的书叫《Human Rights in Deuteronomy》那这本书里面我在谈到，就是主耶稣跟保罗所传讲的福音跟律法的本身，其实都是奠基于申命记的。刚刚你读那段经文，他说每一年的最后1年你要施行豁免，也就是说，无论你借多少钱给穷人，到了第7年他没有还你，你都必须免人的债。你刚刚背了主导文了。15章9节，第7年近了，无论那个穷人跟你借，就是说那个第7年近了，无论那个穷人跟你借多少钱，你都要豁免。我跟你讲一件事，你连讨债的机会都没有，你根本就血本无归。所以这个第7年的豁免制度，下一章其实我跟你们讲一件事，对债主公不公平？不公平如果有人故意第7年底来借钱，存心倒债，是不是？不公平，这种观念、这种制度对债主是不公平的，这种观念对债主是不公平的，这种价值观根本就是不公平的。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对不对？叫做"可怜之人必有其什么可恨之处"，对不对？你一定会觉得这些人就是懒又笨，所以他今天才会这么穷乏可怜。15章4节是要求有能力的人去负社会责任，去消灭贫穷，帮助穷乏的人。15章9节甚至说7年的时候，你如果恶眼看你的穷乏的弟兄，他一求告耶和华的时候，你就有罪了。你说你气不气人？这种经文这种要求其实是在对辛勤工作、努力积蓄，却要去帮助消灭社会贫困的大善人、大好人，是一个很不公平的事情。这个世界上经常就是那些最低一批进园子、成天劳碌受苦、早起殷勤的人，去救济帮助那些闲在了一天懒散的人。申命记15章9节，那个恶眼看你穷乏的弟兄，跟马太福音20章15节，我做好人，你们刚刚读是红了眼吗？对不对 ？Actually， 他们在希腊文的71本是同一个字，都是恶眼看待的意思。所以这2节经文其实都同样用恶眼来形容人的世俗的眼界。我们的眼界就是我们常常用我们的利益、自我考量为中心去思考公平跟公义。其实我们真的不了解，我们不真的了解有一个绝对跟对所有人都是公平跟公义的制度、观念跟价值。很多时候对你公平的事，对别人不尽然都是公平的；对你不公平的事情，可能对别人才是公平的。所以无论新旧约这2段经文，其实都在教我们用神的眼光拉恶眼自己的眼睛，用神的眼光看自己跟别人，能够怜悯比我们软弱穷乏的人，可以肯定我们自己，可以分享满足跟富足。第一点我要讲的就是，天国是一个打破制度的地方，它
它需要你去思想的叫做需要跟想要。在马太福音这个比喻当中，第一批人跟园主讲定一天的银子，一天一银子，不管那一钱的银子对照今天的价值是多少，或当时罗马制度下一银子一钱银子是不是就是一天的工资？你可以从第一批人考虑接受这个工价进去，就知道他是不是一定是一个基本上合理的工资，那你不会进去的，对不对？如果这是一个不公平的，你可能不太会愿意进去。那第一批进去的人，他们答应进去的时候，他们想要的跟需要的是什么？一开始想要跟需要一定是一致的。今天能够有人雇我就好，能够赚到一天工资就好。我如果做完工，我拿到1000银子，我可能回家路上买个烧饼给大宝，对不对？好，还是买老婆想要的那条项链，或者存半元钱，年底可以买 iPhone 6，对不对？还 Plus 这样子。如果这是第一批进去的人需要跟想要的，为什么到最后没有办法心满意足的去接受呢？为什么你自己本来想要在乎的东西，最后你会觉得不确定，甚至于你是完全否定呢？这个比喻为我们现代人指出一件值得我们深思的事情。我们想过什么真正是我们需要跟想要的吗？我常常搭飞机的时候，每次都看到周围的每个人都拿一个 iPad， 对不对？要不然就 Kindle， 要不然就 Nook， 要不然就 Tablet。然后我心里就开始想说，我也要来一个，这样好酷，对不对？我好蠢啊，每次就抱一本书，要不然就拿出我的电脑来这样子。那可是我后来想了很久呢，我决定一件事，我想想我坐多少次飞机啊，我就是想在飞机上虚荣一下，耍帅一下而已，对不对？所以呢，我就放弃了这样子。如果今天有 iPad， 我就不会这样一张一张在这边印的这样子 ，OK？ 好，但是 I never say never， 搞不好下一次你们再找我来的时候，我已经拿个 iPad 也很酷的在这里这样子哈，讲道给你们听这样子。其实是高度消费的世界，使我们很容易迷惘。其实是别人告诉我们，我们需要这个，我们需要那个，我们容易随波逐流，我们太在乎别人的评价，别人设定的排行榜，别人眼中的自己，我们觉得别人开那种车，我应该开那种车，别人买这个，我应该买这个，这样子。我们有时候忘了自己是谁，到底要的是什么。我最近看了一出日剧，不小心看，让你们知道神学老师也看日剧，这样你们才不会怕来神学日剧。一个女孩子去参加婚友社的联谊，她一开始只是觉得自己年纪大了，应该找一个对象，结婚对象安定下来。后来去了之后发现，哇，好的对象不多，对不对？还要怎样？发现要用点心机，才能跟别的女孩子竞争，才能得到那个比较好、条件比较好的男人。他就用尽手法跟另外一个女孩子竞争。当他赢过那个女孩子之后，他赫然发现那个男人根本没那么好。自己也根本只是因为世俗价值的压力跟好胜心的驱使去追逐跟增进。有些东西我们得到了，不见得是好事；有些东西我们得不到，不见得是坏事。神知道我们的需要，他愿意我们当得的满足我们的需要。神有时候不给那些我们想要的额外奖赏或恩典，是为我们好。如果你现在挣扎于婚姻、事业、家庭侍奉、工作等等，你现在开始想，你起初想要跟需要的是什么？当年嫁这个老公就觉得好的不得了，这个就是我要的。没有多久，你开始觉得这个男人怎么这么烂，对不对？当时找进这个工作跟神祷告，哇，只要录用我就好。进去之后就开始抱怨，是不是？想想看。我们的需要跟想要是不是开始落差越来越大 ？What happened to us？ 如果一致是我们会整天心灵灵性跟心情都跌跌撞撞。第二个，天国打破观念，接纳能力跟法力。20章的1到2节，第一批人进去，他们进去的时候，我相信他们一定很高兴一件事，因为当你进得去，也有相当的程度知道你被肯定，你得到了自我肯定的感觉，因为他们清早起来6、7点可能就去等候机会，
他们被叫进去做工的时候，一定也开心，因为我这么早起来，因为我得到，所以我得到这个工作。而20章3节，第二批的人大概是9点的时候啊，那这批人在市集上站着，不管他们是什么原因站着啊，有一些学者就诠释说，因为他们先做完家里的农活啊，或者他们就这种体格能力看起来比较差的一些期限没被接受。有没有去过Home Depot外面那些墨西哥工人在那里等做工？有没有看过那种的？看过。那期限没被接受，但等他们被叫进去的时候，心里开不开心？开心，我被接受。OK， 20章第5节，第3批在中午，第4批到下午3点，原主会把他们叫进去。20章6节，到下午5点了，原主就去问那些闲站了一天的人，他们也承认他们是没人要雇佣的，对吗？啊。所以呢，这批人我们就可以想象就是偷懒型的可能是体力差这样子，状况看起来不好但是最后原主让他们进去工作，而且还有一件事，原主还从最后进来的只做1个小时的先发工资而且是不同工同酬，对不对？这就是我们心里不爽的地方，对不对？这已经不是打破制度，这个叫做打破观念，因为太不公平。我现在请大家，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想，你来想象这一天的5点到6点的时候，5点到6点那1个钟头，你信不信这个钟头里是所有进得去园子的人都很开心的时刻？同意吗？第1批进去的人，他们是能力最强的。他们进去了，他们很开心，因为我早起，我做这个决定，我被接受，我快要领到工资了 ，I'm doing what I want。第2批人相信自己虽然慢了一点，但是还是得到肯定。第3跟第4批的人，他们可能是比前面的人更差，但他们被接纳。最后1批可能就是一般社会观念下的庸才跟懒散的人，但原主给他们机会，所以最后他们终了得到1天的工资。每一个人回家的路上都可以拿着那个钱，想着我好开心，我今天可以大包买一个什么烧饼，我可能可以给老婆买项链，我离我年底买 iPhone 的机会越来越近了，这样子。每一个人在1天的结束的时候，都回到公平的起点上。我们经常有的观念就是终点的成果来看待公平。我们觉得努力越多，能力越强，该得到更多的奖赏跟肯定。但是经文其实是在问我们有没有想过，很多弱势者，很多能力比我们差的人，在起点上就是不公平的。甚至当我们自己是弱势者的时候，我们会自卑、自怜、自叹、自哀，我们盼望别人给我们一些机会跟恩典。我一开始就说，《生命记》的15章9节跟马太福音的20章16节共同使用“恶眼看待他人”这个词汇。恶眼在这2段经文当中都指向人那种自私、贪婪、骄傲、嫉妒。我们没有办法用神的眼光去看待所谓的绝对公平跟公义。我们注意到一件事：第1批人在没有拿到更多的酬劳的时候，他们可能就是我知道台湾叫做天龙国，是不是？有没有听过这个词汇叫天龙国阶级？就是什么都好，对不对？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本来最优越的第1批人，在没有拿到额外的奖赏的时候，他们马上换另外一种眼睛去看待世界跟看待别人。他们马上把他们自己转换成什么？受欺负的角色，用受害者的眼光来看别人跟世界，是不是？你知不知道，每一次当你觉得不公平的时候，你是用受害者的眼光在看世界。你听我讲，每一次当你觉得不公平的时候，你用受害者的眼光在看世界。该隐从头到尾，我们都认为他是加害者。但是他从头到尾都用受害者的眼光在看事情。Go to read Genesis chapter 4。
所以我在我的希伯来文课的时候，我让所有的同学，如果你读不好没关系，我说我分数先借给我，你可以继续读，到期末你如果追得上来，我把分数还给你。有一个老师问我，这样会不会不公平？我说不会，因为那个一开始就读得很好的人，对他很容易就拿到 A。那个读不好的同学，其实他花了更多的时间，他去追，一点都不会不公平。给别人有犯错的空间、改进的机会，用神的眼光去看事情，给别人一个重新开始的平等机会。在教会、在学校、在神学院，我们可以接纳能力跟背景都不同的人。第三点，天国打破价值观，去分享满足跟富足。有些学者在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会说这段经文的比喻是为了要比喻犹太人先获救恩，之后是外邦人，不管先来后到，神的救恩是一样的。但是我要讲一件事，这段经文远远超过他要讲那个先来后到的次序的问题，因为他不是打破那种不同工同酬的制度跟观念，他连那个发工资的顺序是颠倒的，他把一般的价值观打破。所以，如果你好好去读马太福音那段经文的前面跟后面，你会发现他们在讲同一件事情，就是20章16节跟19章30节马太福音，20章16跟19章30节，他这两段经文都讲什么？在前的要什么？在后，在后的要什么？在前。这两节经文用词颠倒，但却意思一样的框住了这个原主跟工价的故事的比喻。他所要讲的是，神愿意给越是软弱的人，越是有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对那个拿到1元钱、那个很愚昧、很软弱、被人轻视自己也不肯定的人，那个黄昏才是他一天的开始。不管他前天、大前天、1个月前、大半辈子以来，常常被别人觉得他又懒又笨，今天神给他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我希望一件事情，在座的基督徒，我不知道你在别人眼中，在你自己眼中，你觉得你是谁？可是今天这个故事，这个比喻要告诉我们，在上帝的眼中，你是他的宝贝。每一次都愿意给你一个新的开始，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你的那一天可以重新开始。生命记那段经文啊，我在我的论文写，其实你也可以去读那段经文。生命记15章1到16节，那个7年的豁免债务跟7到11节借给穷乏人，那2条法律要并在一起读。而且你们刚刚才读了，是吧？连我们的债如同什么？你知道那段经文你读到最后，他不是叫你免别人的债而已，他其实叫你继续借钱给穷人。你刚刚读到了，对不对？因为大地总不缺乏什么穷人，他不是叫你免别人的债。谁说新约比旧约更恩典？那是你没有读懂旧约的律法。那神要我们对于弱势的人有强烈的社会关怀跟责任。我的重点还不是叫教会要去参与社会的福利、增进社会，而是我们怎么看待人，我们怎么看待比我们弱势的人。主耶稣说的都是生命记诠释的律法。今天在教会，我们应该宣扬的就是这种接纳不同的能力、不同起跑点的人。教会不需要去高举学历或经历。刚波波斯，我要怎么介绍我是谁有那么重要吗？我的学历很重要吗？我的经历很重要吗？我不觉得它很重要。我常常被神管教。我讲一个简单的小故事。我还有时间吗 ？OK。哦，谢谢。那我就讲到下午。我家里在多伦多。我今年1月的时候的就那种新年礼拜，那我在一个西人的教会聚会。你知道那个牧者家庭对不对？一走进教会，对不对？都要坐最前面来。不是我们喜欢坐前面，是我觉得很想坐前面敬拜神，就全家坐到前面。但我一坐到前面，我就后悔了，别人玩好哭。在我前面坐了一个流浪汉 ，OK， 对不对？这个流浪汉坐
最糟糕的是，这最让你受不了的是什么 ？Yes， 味道好重。然后我就看见我女儿一直在这样子，她不敢讲，她就这样。然后我就觉得真的是有点辛苦。可是后来我开始敬拜，敬拜讲道。可更让我惊讶的是，她会站起来，突然间走过去跟旁边的人打招呼，you know， 她的行为就是这么奇怪，这么怪。然后我发现我已经没在敬拜神了，我发现我竟然这么在看那个人。我的心虽然我有在听讲，然后我就在看那个人，我发现漂亮，在他隔两个位置那里坐了一个好漂亮的加拿大女人 ，OK， 她穿得很漂亮，无限帅。我那时候坐在那里心里想的就是，哇，他一定比我更糟糕，因为我还坐在后面一点，他就坐在他旁边这样子，我想他怎么闻那个味道？可是我觉得那个女人好像没有特别注意他。在敬拜结束祷告后，你知道这个姐妹站起来做什么吗？她走过去 hug 那个 homeless。我站在那里，眼泪就掉下来。上帝，我是个罪人。我从来不会觉得我站在这里讲道，我就很棒。我从来不会觉得我站在这里讲道，我就脱离了所有人的试探跟软弱。我也一样。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一件事情：如果这个教会还在看重一些表象的东西，我们还没有打破那种价值观。在那一天的结束，那个最早进去的人，如果在最后对那个最后进去的人说一句：“你做得很好，请继续努力，希望明天早上可以再看。”你认为第二天那个人会怎么样？10个有5个至少应该会被激励吧？或许明天，他至少会是第2批或第3批进园子的人。我在台北跟美国都待过2个很不错的教会。我的母会它的制度是需要制的，单身给单身工资，结婚给结婚工资，还有配偶津贴。如果没有配偶没有工作，有小孩有小孩津贴，还有房舍津贴。我们完全按需要给薪水。我们从来没有说我们的单身传道不会去计较，也不会偷懒。我们的已婚传道不会拼命生小孩去赚津贴。无论已婚或未婚，先来后到，每个传道人都认真服侍神。大部分的姐妹都积极的守11奉献。有一个牧者到我们教会，他一看那个奉献就知道说这个教会是怎么教的。11奉献这么多，人数1000多人，可是那奉献多到你不能想象。而且这个教会以需要为原则，每一年到年终结算的时候，把多的钱给神学院、机构跟社福。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在的时候，台北市政府每一年都把社会贡献奖给这个教会，这个教会不留1分钱给自己。他就够用，多的就捐出去。而这个教会果然就像《申命记》15章10节说：“神在他所行的事上，手中所办的事都赐福给他，年年都丰富有余。”另外一个教会是我在芝加哥读书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待在 Willow Creek Church， 大概知道就是 Bill Hybels Church。我待的时间没有很长，也没有很投入，但是有一件事我很清楚，他们是一个不断在分享给需要的人。他们每一个讲员，不管是 Bill Hybels 本身，或是他们的其他 pastors， 没有一个人不会站在台上分享自己的软弱，自己怎么经历神。而且他们不断的鼓励有能力的人捐物资、食物、救册给穷乏人。很多的人得到关顾而进入教会。我还有一个姐妹，也是跟我在这样的教会长大的。她或许不是最富有，但她非常乐意分享给人。她跟我说，她从来教导孩子。如果你有3双鞋，1双留给自己穿，1双给传道人的小孩，1双给孤儿。他乐意分享他的满足跟富足。我身上当中都是他们家提供的，我们家女儿也是，从小我们都是这样子长大的。我感谢神遇到不少像他这样子的基督徒，他们不是炫富般的奉献给教会，不是满足完自己的高尚后才拿出来奉献，他们先设定满足的界限。绝不动摇。
生活简朴低调，把其他的都当成是富足的恩典奉献给神、给教会、给传道人、神学生需要的穷乏。我一开始就问大家，为什么第一批的人最早进去的人，到最后的那瞬间，得到要的瞬间，却否定了自己本来想要的？因为他们就跟我们许多人一样，无法确定满足的界限在哪。因为游过泳，对不对？那个泳池的水道如果没有拉直，那水道是漂浮，那个界限是这样的。我们很多时候都是这样，没有设定满足的界限，我们摇摆不定，所以很多人迷失在物质跟金钱的追逐当中。我在25岁以前，我就赚了人生的第一个100万。那个时候我也很迷失的，我离开教会也很用力赚钱，因为我们家里突然间叫什么家道中衰什么，反正就瞬间破产。我那时候脑袋里，我常常跟人家开玩笑说，我那个时候的我眼睛里只有 money sign， 真的是这样。所以我不是不知道赚钱的游戏跟赚钱的好处，可以享受的生活。我不会说你们不要赚钱，我会说如果神给你的恩赐是这个，你有能力。我没有反对卓越的人去赚取更多的财富，而是提醒。为你的报偿划定一个满足的界限，把多出来的都当成是富足的奉献跟分享给其他人。天国其实没有排行榜，天国是打破一切的制度、理念、观念跟价值观的地方，而教会就应该是这样一个天国的体现，给人可以窥见天国荣美跟见证天国的地方。因为我今天这3点可以帮助你一起思想。再一次的想你的需要跟想法，有些东西可以不要。接纳能力跟法力，教会有些人是比我们差，牧师可能你对他有很多的期望，你觉得他做得到 ？I don't know. OK， 你有给别人机会吗？有给别人接受，我们都有不同的 limits。最后是能不能设定你满足的界限，去把多的都当作是富足的。我今天也代表正道神学下一章来跟大家分享。我希望如果你愿意，可以为神学奉献或者祷告，字号的抬头你可以写 LES。我想在你的周报上面有你们的奉献单。OK， 如果你对于神学的装备也有兴趣的话，你也可以跟我谈，或者到后面去可以拿一些我们的一些这种单张或介绍这样子。那我们在3月7号下一章有一个装备体验营，就是你想知道怎么样来神学读书，或者有兴趣，也不一定是一定要全职献身3月7号10点到2点钟可以来我们学校来看一下这个装备体验营。OK，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在天上的父，愿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听到你对我们说话。主，愿我们站在你的面前，我们没有办法虚假，因为假的在你面前还是站立不住。因为我们真实的省思我们的生命，因为我们在你的面前再一次的思想，我们有太多时候是想要，而不是我们需要的。主说，我们再一次的重新感恩你给我们的配偶，给我们的孩子。我们再一次的思想，主我们所求的，主愿你赐加福。亲爱的主，也求你帮助我们接纳软弱的人、疲乏的人、卑微的人。主帮助这个教会迎接不一样的人，都能展现天国的荣耀。亲爱的主，孩子也在求一件事，求你帮助每一位弟兄姐妹，为自己的满足设立界限，为自己在天国这样一个地球客旅的身份，知道自己真正在这里能够享受的你所赐给我们的，也乐意分享给别人。主，谢谢你保守所有的弟兄姐妹在各样的生活上的需要、欠缺、生病的，都得着你的医治。愿你的丰盛与荣美大大的充满这个教会。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好，我们再一次的拍手，谢谢。上来，我们要做一个回应，对，恩典是不一。那我们从来没有我从来读经的时候，从来没有把这两段经文把它并在一起这样子看，那也从来不知道说原来这个恶眼跟这个红的眼其实是一致的，所以 that's why 我一直没有讲那段经文，因为我也看不大懂，因为我也觉得说，我只看把神你有你的主权，可是我觉得今天这个蔡老师他给我们真的是看到很多的打破，打破。我刚刚一直在想原来我以前也觉得说，你看这个人5点才进来，然后6点做了1个小时，他就拿1块钱，他赚到了。可是我现在刚刚蔡老师这样讲，我突然感受到了，这个人他在那边站了一整天。你想在 Home Depot 的那个老莫，他们在那里站了一整天，他早上就看到人家一直进去，就他一直没有，他心里面的那个担心、害怕、焦急，怎么办？对不对？然后最后终于可以进去了，好高兴，然后可以赚跟1天一样的钱，这种恩典，这个是我今天第一次被打破的，我非常非常的感激所以我突然感觉光太早毕业了，应该要，我从来没有上过蔡老师的课我打算要去选修一下That's why 我们需要去读神学更深的明白神的话语，而且把神的那个意念表达很清楚。我今天被 touch， 那我们当中其实原来上帝，我们都有高矮胖瘦，我们都有各样的不同的能力可是如果我们能够强的接纳弱的，帮补富有的帮助贫穷的，神的国就满足了 Amen 好不好？我们一同起立，我们来唱回应的诗歌。恩典之路，弟兄姐妹，一切都是恩典。今天上帝给你的财富，给你的能力，给你的这一切都是恩典，所以我们用恩典来回应我们的神。你是我的主，你我走这一路，高山我的谷，都是你在保护。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许，这一生都是祝福。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要4乘4位弟兄、4位姐妹，弟兄跟弟兄，姐妹跟姐妹，我们彼此来分享刚刚神借着他的仆人，借着他的使女这一段经文，特别触摸到你的心里面哪一个部分，那我们也能够来彼此扶持，好不好？好，我们现在童工们，你特别注意，有新朋友的话，你